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托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各位好，欢迎来到激动人心的半决赛。这18位选手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风格，组成了脱口秀的6扇门。首先打开的第1扇门，嗓门、笑门、热门、歌门、家门、穷门。哇，神奇的力量，我觉得太棒了！我跟您说，会被影响吗？要能给他淘汰就更好。翘翘的嘴巴，小小的眼睛。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都会比较看得开。内核相对比较稳定的人，做事儿偏讲道理、讲逻辑，外向真诚、炙热，比较幼稚，反正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吧。比较正常的人，开心了就会笑，不开心就难过。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生活中做的所有的决策，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没有后悔过。开心、善良、温暖，还有点小自信。我喜欢我，啊？我一直都不喜欢我自己。我也没有讨厌我自己了，但是我不会主动对自己说这句话。我喜欢我，对我自己来讲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表达。我是不会想这个问题，怎么突然有一天会想你喜欢自己吗？什么呢？你可以说我喜欢我爱人，我喜欢我孩子，我喜欢我朋友，我喜欢我的猫，我喜欢我的家乡，我喜欢我这个我很少用，就是。开心。我喜欢这样的我自己。我太喜欢我自己了，特别喜欢现在的自己，还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无比幸运，无比开心。我正常就不思考我喜不喜欢我自己，但你现在问了，我就能意识到自己存在，那我就现在喜欢我自己。各位好，欢迎各位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欢迎各位！激动人心的半决赛，经过前面的4个赛段之后，有18位选手晋级到了半决赛。这18位选手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风格，组成了脱口秀的6扇门。6扇门，门门都有门道。各位，让我们准备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首先打开的第1扇门，穷门。他们分别是穷门元老罗广志、穷门接班人小四爷高寒、豪门中将没落，穷门永存。欢迎各位。下面是笑门，
早走出校门的中专师傅小齐，看似拥有博士学位，实则高中辍学的孙书恒，最不像90后的大专毕业生瑞瑞，刚刚走出校门的李文。他们从不同的校门走出，一起相聚在脱口秀的大门口，欢迎各位。第3扇门，嗓门。脱口秀舞台的2位音量王者。徐志胜、小浩，他们相信，简单的快乐往往需要配上较大的嗓门。下面要开启的这扇门叫做热门。今年热门新人小胖，夺冠热门徐浩伦、谭湘文，现场热。人更热的毛豆，有热门没冷场，欢迎4位。第5扇门，歌门。歌门是哥哥的歌，也是哥大的歌。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永远的哥哥呼兰，以及他的哥大准校友张俊。最后要打开的这扇门叫做家门，掌管家庭大权的王小丽，打败愧疚式教育的 Kid， 家庭为重的哈哈曹和新手爸爸王继业。家人可能不是后盾，但永远是他们的素材，欢迎各位。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家门的继业今天没有能够来到现场，因为在这个时候，继业选择了退赛，因为他要陪伴刚刚生了宝宝的爱人。来，让我们连线一下，哎，继业，哎，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Hello， 继业。Hello， 大张伟老师 ，Hello， 恭喜恭喜啊，恭喜！继业怎么样？家里挺好的吧？挺好的，现在宝宝和我媳妇儿状态都很好。这个哭的是别人家的宝宝，不是我家的宝宝。我给你们看一下。哎呦！继业给宝宝取名了吗？就好想，现在还是好想，现在大名还在想，好难想。虽然继业在这个赛段此时此刻，因为家庭的原因选择了退赛，但是我们仍然非常非常感谢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舞台上，继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继业辛苦了，陪好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个舞台永远欢迎你，明年再来，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张老师。加油！离决赛远了一步，但离幸福近了一步，没问题，加油，朋友们都加油！哇，祝你幸福健康啊，一家人幸福耶！谢谢继业，谢谢，再见继业，加油！马上，我们这个舞台上确实要迎来一位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要做开场表演，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老朋友，铺垫了1季了，一直在说，就是不出来。他的表演呢深受我们所有脱口秀演员们的关注，因为他也蛐别人蛐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各位朋友，你们手上是不是都有一个灯？就是我这种没有权利的灯，是吧？各位朋友，珍惜这个机会不多，就是有的人表演的时候该拍灯就拍，不该拍不要顾及面子，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半决赛的开场嘉宾，欢迎罗永浩。
大家好，我是罗永浩。我出道以来，在网上一直被别人叫做老罗，但是这2年开始，已经有人叫我老登了，还挺多的。作为一个中年男性，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以没有爹味儿著称的。哎呦，那么，为什么短短的2、3年后，这么一个理想主义者，突然就变成爹味儿扑鼻了呢？这要从2022年的7月9号那一天说起。那一天呢，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说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巴基斯坦大洪水、斯里兰卡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以及罗永浩诞辰50周年。49岁到50岁其实就差了1天，但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们将来会知道的。从这一天开始，无论你做什么，都被年轻人正式认证为爹味儿老登。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说你爹声爹气；无论你做什么，都说你爹头爹脑。我心里没有准备，被骂慌了，开始找 AI 求助。我说如何避免被年轻人无差别的指责为爹味儿老登？然后 AI 反应特别快，突突突冒出一堆文字给我答案，说爹味儿老登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你要注意：喜欢宏大叙事，喜欢画大饼，喜欢吹牛，喜欢对年轻人说教和指手画脚，还不尊重女性。哎，我一看这些毛病我都没有啊。这时候他突突突又冒出一句说，还拒不承认自己有上述问题。很难。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中年会这么尴尬，因为以前也有一个谣传说这个世界是中年人统治的世界。没想到现在我到了中年这么尴尬。比如我现在去健身，他们就恶心我说，哟，罗哥突然这么勤快，别是闹外遇了吧？你们听说过这个吧？中年一健身就这样。然后我拿保温杯喝冰水，能多冰一会儿吗？结果他们就说，哎，罗老师，你知道枸杞子其实并不能真的壮阳吧？非常尴尬。年轻时候聊天一句话我没听清楚，我就很自然的说啊什么，对方也很自然的告诉我再重复一遍。现在我一句话没听清楚说什么，对方说我跟您说呀。被年轻人这样欺负急了，有的时候逼得我甚至想过要假装不到50岁。其实中年人想装嫩也是有办法的，比如说你穿得鲜艳一点，再剪一个年轻时髦的发型就可以了，还能撑几年。但是这个时候我又开始脱发了。你们从正面看现在还可以啊，其实上边几乎全秃了。对了，昨天我们在这儿彩排的时候，导演在镜头里看完了以后，他觉得我这儿不够秃不够亮，然后下来过来跟我商量说，罗老师方不方便再拔掉一些？气死我了！这个中年人经常被年轻人刺激以后呢，就会变得比较多疑。比如我这次在节目组就有点疑神疑鬼的，比如他们帮我点盒饭，总给我点什么西班牙菜、意大利菜、土耳其菜，不觉得奇怪吗？这些菜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地中海料理。还有张绍刚，他并不脱发，我们俩同龄，他并不脱发，但是他把一圈头剃得精光，只留上边一小撮。绍刚，我天然地中海，你就给我来一个人工湖心岛。你敢说这是巧合吗？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啊。中年人呢，出去溜达，在公园走累了，找不到凳子都不敢靠在树上休息，你知道有多心酸吗？因为别人会以为我们在撞树。有的时候带了垫子，想扑到树底下躺着乘个凉什么的，也不敢，怕别人以为我们撞树撞晕了。走到湖边，景色再好也不敢停下来欣赏，因为怕别人以为我是来钓鱼的。有的时候你手里没拿鱼竿渔具的情况下也不敢，因为他家会想这老登应该是来提前踩点的。有一天我在公园长凳上坐着休息，走过来一个小朋友，毫无准备的叫了我一声爷爷。听完爷爷那2个字儿，我当时就聋了。我也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真的措手不及。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小朋友跟我说了很多话，我都没听见。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天已经黑了。对面的灯光底下有一个老头在教一堆老头撞树。
还指点动作什么的。我一下就站起来了，冲过去我说怎么晚上也撞树？我一把抓住那个老头，我说你们这个撞树在哪儿报名啊？你们不知道哈，中年人很多时候比老年人还要难。比如说，你看马路上有个老爷爷搂着个老奶奶散步，大家会说：“哎呀，爷爷好有爱，爷爷好暖，是吧？”一个中年人呢，跟老伴儿顶多拉个手，如果胆敢搂着老伴儿散步，大家就说这个老东西好恶心。如果你70多岁，穿一个骚了吧唧的花衬衫，开一辆鲜红的跑车从马路上呼啸而过，大家会说什么呢？说爷爷好酷，爷爷酷了一辈子呢。爷爷怎么可能酷了一辈子呢？爷爷50多岁的时候也开着鲜红的跑车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那个时候看到的人都说好油腻啊，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他怎么可能酷了一辈子？他只是熬到了70多岁。我妈今年90岁了，然后她还有糖尿病，她还喜欢吃冰淇淋，她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打胰岛素，特别牛。然后我那些朋友都说老太太算是彻底活明白了。我说啊，我也喜欢冰淇淋，那我也要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冰淇淋。怎么说？老罗算是彻底活腻歪了，怎么都不行。好，中年人的这种唠叨，你们也听得差不多了，我也见好就收。当然他们都等着呢。接下来给位老登给大家来点上价值的，你们想听真的还是假的？假的。真的假的都行，那我就2个都来。先说真的吧，想跟年轻朋友们说，冤有头债有主，希望你们精准打击报复那些欺压过你们打压过你们的坏老登，比如张绍刚。希望你们不要无差别的杀戮无差别的打击好的老登，比如改邪归正的张绍刚。好，注意这里的张绍刚是泛指啊，不是针对他的。好，再来假的，假的容易，假的我念就行了。哎呀，真的要感谢你们年轻人，愿意花时间批评嘲笑，当头棒喝我们中年人，帮助我们在这个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年纪，不傲慢自大，不自以为是。感谢你们年轻人给我们机会去学习你们，了解你们，让我们跟你们一起共同成长。这谁写的？太恶心了。算了，就这样。好，前2天我跟一个70多岁老大哥聊天，抱怨起我的中年尴尬。他很认真的，假惺惺的认真的听了半天。他说：“哎呀，真的没想到你们中年人比我们老年人还不容易。那咱俩换换呗。”我说：“你给我滚！我最讨厌你们这些老东西挤兑打压我们年轻人了。瞧你那爹样，老登。”好，谢谢大家，我是爹味老登赛道的新人罗永浩。都拍了呀，都拍了，哎呀，这就拍妹了呗。我以为会特别紧张，结果只是比较紧张，所以毛豆赞助的这个也没用上。感谢毛豆。首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只有那个4灯嘛，但是水量3灯，你的表演只值3灯。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主持下大局，以他这个状况说的非常好，但有成长空间，我觉得值得一个3灯。对，我跟你们说实话啊，我这次还学习了不少东西，这不是假惺惺的啊。我这辈子虽然被很多人讹传为脱口秀欧基，但实际上我一场开放麦都没讲过，所以我这次尝试去讲了几次开放麦。然后我到那儿，其实因为没有时间，一共就讲了3、4场。但是那个广志他们在那儿的时候，我说你们正式比赛表演的之前要讲多少次？他们说25到30次是比较常见的。哇！所以我当时听了还是很羞愧的，这东西还是专业的人士，还是门槛非常高的。没错，对，特别感动啊！该我们这些同学们，叫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来了。罗老师这段表演，高老师你好，挺好啊，挺好，自己心里也有数吧。我罗老师当然有数，罗老师报名撞树去了，心里肯定有数啊。我不多点评了，因为我也不太懂创作，让小四爷点评嘛。好，谢谢高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你这段我在线下听过，感觉比今天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不太适合线上？我觉得你这个很值得我回去深思一下。我有可能就是线下型的，但是我依然给你拍灯了啊，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领校园录节目，我们也会说一些场面话，拍一些社会灯。哎，没拍灯的张俊是没拍灯的，他的意见比较有价值。原地踏步吧，就是。今天可能表演状态太松弛了一点。张俊，我其实挺努力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显得没那么努力。我一直挺期待的。哎呀，我决定把毛豆这个毛巾用一下。哎呀，压力好大。哎呀，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尤其是刚才发言的朋友，现在是不是心情有些大好？要能给他淘汰就更好了。高涵，你少说2句，我可以给你鞠个躬。罗老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开场表演，以及让我们所有的马上要进入半决赛的朋友们的放松。再次掌声送给好，谢谢。还是我们的惯例，认真的欢迎一下我们校友团的罗永浩老师、大张伟老师、李宇春老师、鲁豫老师。哎呀，酷刑，棒棒的，酷刑，可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半决赛。半决赛原来有18组选手，因为继业退赛，现在参加比赛的是17组，他们将依次上台进行大车轮比赛，出场顺序由他们自行商定。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不知道谁调的，我反正位置挺好。可以，就这样。我也就这样吧，我也不调了吧。啊，挺好的，就这样吧。什么玩意儿？谁排的？这是？我们在这溜来，好吧？可以，你就溜吧。表演过程当中，现场观众和校友团可以随时投票，表达对他们的喜爱。这一场开始，校友团一登就是1票，全场满票仍然是300票。本赛段17组选手将会争夺12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从第6位上场的演员开始，每位演员表演结束后产生1个晋级名额。当前待定选手中票数第1的将成功晋级总决赛。陪伴我们的除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编剧老师，掌声欢迎海源老师和小罗老师。在他们身后的是全国很多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其中也有作为选手已经被淘汰的一些熟悉的面孔。掌声欢迎俱乐部的主理人们。同时，坐在楼上的还有来自各行业的脱口秀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半决赛正式开始。第1位要上场表演的这位朋友，一直给大家阳光快乐的感受。哎呀，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他的热情，掌声欢迎徐志胜。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胜。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现在在上海是跟那个小块哥合租，当时找房子真的很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租房软件上户型好、价格低的房子永远租不到。就你去了，中介就跟你说啊，看不了，这个刚刚被人租走。
真的有的那些房子，他刚发上去，我就问他，他也说这个刚刚被人租走。我想见见那个人，我觉得他克我。而且那些中介啊，还喜欢当着你的面给房东打电话讲价，话术也都很统一，在那儿，哎呀，便宜点儿，这个真心想租，这还是个明星。不是你讲价提这个干什么？我是真心想租，你是真心想讲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房东问了句啥，他在那回了一句说放心，他不乱。他不乱。我觉得房东问的一定是他乱不乱讲价，他不乱。最后我们找了一个在公园旁边的房子，想着至少能安静点是吧？谁知道半个月之后，上海最大的夜店就在公园里开业了，一下子就变得特别乱。关键是我们是晚上演出下班，他们晚上才营业。我每次回去被人认出来都是志胜，你这也太爱玩了。你也不缓缓，你昨天可就来了。这还算好的，要是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大晚上的还拖个行李箱，都有人开始劝我了，说志胜你至少得先回趟家吧。我说我这就是回家。我以前还喜欢在公园里跳跳绳啥的，现在也没法跳了。首先就是看起来就特别心酸，像进不去野店在外边蹦野迪的，而且里边的音乐还会传出来，把我跳绳的节奏全打乱了，太嗨了，跳着跳着开始摇脑袋了，而且跳绳的时候还老容易打到自己，因为老有人让我 put your hands up。然后合租嘛，合租你会发现生活习惯真的很不一样。我特别粗糙嘛，块哥就很精致，他洗个衣服就需要很多东西，他需要洗衣凝珠、消毒液、柔顺剂、香氛、防染色剂、爆炸盐、小苏打。他还买了洗衣机的清洗剂。我第一次见洗衣机的时候，就是那个洗衣机在那空转，我还给他说：“你看，非要放这么多东西，忘放衣服了吧？”东西太多了，我研究生做实验都没用到这么多东西。我现在洗衣服之前，我得先化学配平：1洗衣凝珠加2消毒液加1香氛加1柔顺剂加3小苏打等于脏的我也能穿。我还试图劝他，我说洗衣服用不着这种东西。我说那以前啊，大家洗衣服都是在河里洗。他说那以前大家都穿树叶，你也去楼下找点树叶穿吧。不行，我去公园看了，楼下都是松树。但关键是他买这么东西，你要说他精致吧，他最后洗衣服的时候是把内裤、袜子和衣服放一块儿洗。我也是看到他这么洗之后，我才开始用洗衣机清洗剂的。因为我比较懒嘛，所以说家里的卫生基本上都是他搞。但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求知欲会变得这么旺盛，经常在那扫着扫着地说：“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我说：“矿泉水瓶呀。”那他为什么在地上？有重力。他应该在哪？我说我也30了，你直接说我能听懂。但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俩在家里就是分工不同嘛，他认老，我认怨，所以他问我就回答，但这个习惯也特别不好。有一次我去一个养狗的朋友家，他家的边牧在那里随地大小便，他就把狗喊过来说：“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他为什么在地上？”
它应该在哪儿。狗也不会说话，但我在旁边一直有个冲动，我知道应该在哪儿。然后很多时候啊，我发现男生在一块住，很多东西他忍不了，但很多东西又特别能忍。我有一次洗头的时候，发现这个洗发水没了，我就兑了点水接着用。我就想等块儿哥发现的时候，他肯定说洗发水没了。我说没了吗？那你赶紧去买一瓶吧。谁知道他出来也没说话，但那个洗发水是越洗越稀了。后来那个洗发水一按和水枪似的，按一下能支好远。就我家的洗发水，你用手都接不住，你得把头伸过去接。我说这还是洗发水吗？这不就是水吗？我都想把他喊过来，我说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个水它为什么在瓶里？好吧，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可以，一票，对，一票，保持这个。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徐志胜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志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现在也住在一块儿吗？现在也合租，我俩合租23年应该是。我不光有小块，还有伟大爷。哦，一个单元里吗？不是，就住一栋楼。对，不是住一栋楼，住一个房间，住一个，哎呀，怎么解释不清楚了？字里行间，上下铺，没有床板，是不是？小块儿跟志胜在一块儿就是会计兄弟哈，这两个会计兄弟，会计人口。然后对我听说你们家在夜店门口，你刚才说，对，特别吓人，在夜店门口，就是呼兰哥、Kate 他们老去我家写稿嘛，一写就写到4点钟。那出去的时候老担惊受怕了，老害怕让人感觉这是玩了一宿啊，这是。首先，我觉得把票从每个人10票到1票，我们就卸下很多的包袱，能够更好的表达立场，还不至于决定生死。我觉得志胜作为开场的表演就特别好，因为他跟以前相比，就音调没有以前那么高了，然后节奏更稳了。也许是他们习惯了，对，这耳朵可能让我喊得不好了，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但我觉得这一段如果放在比如第1阶段、第2阶段，我觉得可能会更完美。到了半决赛，大家可能期待更饱满的情绪，或者能够更触动某种我们内心的情绪。但是，其实作为开场，我觉得非常好，要给志胜掌声。谢谢鲁豫老师。其实大家为什么喜欢志胜？第一是他很开心、很阳光，对，而且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位置出场，只要是他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他的那种表达，他和大家的那种有效的交互，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描述，真的能给各位带来无数的快乐。再次掌声送给志胜，谢谢。接着上，作为半决赛的第1位出场的演员，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志胜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获得的票数是270，可以，非常好，很好。来，因为我们只有到了第6位选手表演结束之后才产生晋级名额，所以志胜先在待定区等候。谢谢大家。下面要上场的这位表演者，在之前他用他魔性的口音讲述了自己穷二代的故事，让大家过耳难忘。今天他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一些小烦恼。掌声欢迎小四爷。谢谢。啊，大家好，我是小四爷啊，谢谢啊，谢谢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烦恼啊。其实最近烦恼就是总是被催婚啊。当然你们也知道父母催婚的理由千奇百怪，对吧？就比如我家邻居，他说他孩子都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说他没出息。我说结婚这个有出息有什么关系？那如果结婚就是有出息，那我有的同学才20多岁，已经出席好几次了。但是还有的人不仅在上海有出息啦，在其他地方也有出息啦。当然这就是犯罪了
犯了重出息罪。我很讨厌被催婚，我很讨厌被催婚。哎，我最讨厌的也是他们最经典的催婚话术，就是说你现在不结婚，等你老了你就很孤独，等你老了就没人照顾你，等你老了你就后悔了。哎，他们总是把结婚的好处说到老了以后。那我为什么不等老了以后再结婚呢？对吧？而且你们想想，老了以后找对象，老头老太太会疼人，能把你疼得跟孙子似的。老了以后两个人吵架，我觉得有时候也吵不起来，因为耳背。你唠叨你骂我也听不见，甚至可能听差了啊！你老伴说真懒啊你说啊我也爱你。不光吵架吵不起来，老了以后对方记性变差，对方也不容易翻旧账，对吗？他一翻旧账，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翻的全是上一个老头的。老了以后再结婚，我觉得很多人也不用担心婆媳关系啦。这个不敢笑啊，可以笑，朋友们。这是实话，对吧？婆媳很有可能见不到面了哈。一年可能只需要维护一次婆媳关系。就清明上坟的时候，对吧？你想，那上坟的时候，那能有什么婆媳矛盾呢？对你态度好一点，婆婆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我觉得年轻人适合爱情，老年人才适合婚姻。因为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找对象的要求虚无缥缈，得看感觉。但我经常看老年相亲节目，哎，他们只看条件就可以。真的，他们都会问对方说，你会做饭吗？身体好不？一个月退休金多少？5000啊！哎呦，来感觉了。要是2000啊，那你自己感觉呢？反正我是没啥感觉啊。这我经常看老年相亲节目，哎，他们节奏也非常快啊，条件合适就说啊，那后天搬过来吧。也能理解，对吧？都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好遮遮掩掩呢？对吧？他们不用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害羞，还得暧昧、拉扯，老胳膊老腿经不起拉扯。他们也不需要甜言蜜语，本来就有糖尿病，也不会追求灵魂伴侣，过2年就都是灵魂伴侣。他们就只想找个稳定的老伴儿，相互陪伴照顾而已，不会要求那么多，对吗？因为人均寿命也才70、80啊，时间不多了，他们也不用折腾，对吧？要是人均寿命到100，估计老头又觉得自己行了啊。哎，老了以后再结婚，万一离婚，成本也低啊。不是说钱啊，是沉默成本低。你不用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难过，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他，老了你把最坏的时候都给了他。啊，对吧？哎，离婚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孩子该给谁，谁带来的就给谁。哎，总不能离婚了孩子判给对方了吧？啊，70、80岁结婚又离婚啊，多了个50多岁的儿子。所以老了才适合结婚啊！你也不要觉得好像别人都早结婚了，你反而应该希望别人都在年轻的时候结婚。哎，这样等你老了以后再结婚，那你有优势啊。但你就是头婚。到时候相亲对象知道我是头婚，他可能很开心啊，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清纯老头。你现在不结婚，哎，你就不用为家庭和孩子操心、花钱、拼命工作，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个好身体。你只需要养个好身体，等你老了，你就变得很抢手。对吗？比如我吧，我要是赚的钱全拿自己这，身体还好，还苗女阻拦，到老了哪个老太太不爱我？
哪个老太太？老太太不爱我。到那时候，我每天早晨一推开大门，门口放的可能全都是老太太们给我包的饺子。有的单身的老头还问我，说为什么每天我那么多老太太约你出去买菜、跳广场舞，怎么没有人约我？我说我什么条件，你什么条件？我头婚。到时候你就可以挑个最喜欢的，对吧？到时候我也可以找个最喜欢的。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惊喜，比如别的老头的遗产。讲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既然他们催婚的时候总说不结婚你老了就怎么样，那你就老了以后再结。你什么时候感觉到结婚的好处了，你就什么时候结。但你也不要听他们吓唬你说过2年就不好找了，30你就找不到了。我跟你说都能找到。不信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离婚率啊，每年都释放一大批新人。行，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290了没有？来，小四爷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四爷，谢谢。哎，大老师，你能模仿小四爷的口音吗？谁呀？我不会模仿，不是1顿饭的钱吗？啊！刚刚我最喜欢那个小四爷的那句话，有哪个老太太不爱我呀？谢谢，太可爱了啊！小四爷，我一直咱们到现在也算熟了一点了哈。小四爷这个名字一直让我觉得是谐音吗？就是说你说话别人说笑四爷了，是怎么来的小四爷这个？没有，这个梗像是你写的，大老师。就是高中的时候想给自己起一个网名啊，就觉得小四爷这个名字挺好玩的，对，就选了。让老了变成小四爷爷哈。我今天应该是第一个拍的吧？对，第一个拍的。我觉得是那个小四爷的那个口音太魔性，太上头了。然后他刚刚说那句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他上一次讲的那个，这是一顿饭的事儿嘛？一顿饭。那个1顿饭的钱。对。然后另外就是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之前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啊！但我感觉他是胡说八道的一本正经。你感觉他说的东西，你琢磨一下，你就感觉特别有道理。就像我有一些朋友，我有一些同事，他们也会面对那个催婚的事儿。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给他发那个女生多少岁的那个要结婚的短视频啊，或者是家人就是加入那种相亲群啊什么的，发照片什么的，我就觉得一直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击方法。以后发这段，但是我觉得把这段发给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有利的。谢谢。我特别同意刚刚春春讲的，我的理解就是小四爷一直有一种阴阳怪气的那种调侃特别好，然后他刚才在里面就是其实调侃了婚姻当中很多那种隐性的鄙视链，但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教育我以后我老了以后绝对不给老头们包饺子。我知道这个点。我包好不好？我包好。我想问一个，就是你为了创作这个，是不是跑到那些老头老太太的婚恋网站什么的？就是看老年相亲节目那些，对，在那儿找素材。对，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好卡在中间了，我不知道再老一点的人听完了什么感受，但反正很精彩。谢谢。是的，我特别想听一下《琼门》里面的另外2位，必须得来了。来，广志，你觉得他的表演怎么样？整个这段文本也好，表演也好，现在是属于强的可怕那种，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每年录节目都会有某一个选手在那一个时段绝对领先，现在这个时段应该就是四爷的时代，就没有人打得过他，现在就是，强的可怕，他穷的也可怕，反正挺吓人的，反正强的可怕啊，像一阵风，甘拜下风啊，那真的是厉害啊。高海啊。小四爷的这段怎么样？这一段表演令我非常的害怕。那个他是 talk 的时候我走了，因为我有点生气了，演的太好了。生气干嘛去了？上厕所去了。我以为你是去那个商量能不能退赛呢。
还是不害怕，还是不害怕。我现在这个不管在台上台下都非常惧怕小四爷。没有，都是开玩笑的，鼓励一下你，鼓励一下你。谢谢你，谢谢。我非常想看一下强的可怕的小四爷在他的表演结束之后，能够得到全场的票数啊！我们校友团4灯全亮，绝对的。小四爷获得的全场票数是298。可怕，谢谢。现在四爷起手就是289，但是我们仍然要在6位演员结束之后才能有晋级名额，所以小四爷待定区。好，谢谢。再次感谢小四爷的表演，很棒，真的很强，非常强，加油，加油，加油！他真的是字斟句酌，我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字斟句酌了。然后他会非常非常细的抠这句话跟这句话的逻辑是不是能推导过来，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所以导致观众没有从这一句到这一句，就真的就是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打磨，我就大为震撼。然后我就把那个小四爷的稿要过来看，我就发现这个逻辑极其缜密，严丝合缝。其实看到四爷炸场，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又有点害怕，又有点替他高兴，稍微还带那么一点嫉妒，都有。我特别喜欢四爷，我是觉得四爷的东西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他值得拥有这一切。逆徒又闹散伙，这可怎么取经啊？顶不住了！难顶就别顶了，有承重墙，天就塌不了。承重墙，它就是极狐 T1，这外观大气。比美猴王颜值还高，极好！空间这么大，物镜扛不了的，通通都塞下，极好！这大屏幕，这大座椅，这大视野，为时可比8届会享受，极好！嚯，真畅快，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比白龙马更灵活，极好！极狐 T1，取经路上的承重墙，一车顶4图，极好！下面这位演员也是一位强者，而且他的表演有自己的 flow， 加油！掌声欢迎哈哈草。大家好，我是哈哈草。哎呀，每次来比赛，说实话真的有点累，因为徐浩伦跟谭湘文他老是抓着我去网吧，他们为什么不抓别人抓我呢？因为我太好抓了，经常不用伸手啊，我已经在网吧等他们了。朋友都说啊，你这点爱好你还挺清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是读书的时候去网吧呀，别人都说我是坏孩子。我现在30岁了，还在网吧里，别人说我清纯。我觉得人呐，他还是得坚持做自己。上个赛段刚比完，我们又去做自己了。我跟他们说，今天我们就不要通宵做自己了，行不行啊？明天要赶飞机的。徐浩伦说没事，我们可以在飞机上面睡觉。我当时想，你这是网瘾太大了，你们这年轻人真能扛，在飞机上坐着都挺难受的，你还能睡得着？因为输了一晚上，所以从网吧出来，去机场的路上，徐浩伦很贴心的说，他来用 APP 给我选座位。选着说，哎，你怎么不能跟我坐一起啊？我说你坐哪里了？他说我坐7排 AL。我当时笑他，我说你坐没坐过飞机，兄弟？那飞机都是从30排以后才开始选位置的。你坐那么前面，你要开飞机啊？你手机给我拿过来。我说你你手机坏了吧？你一排怎么只有4个座位啊？你这。我没见过这种舱位图，你晓得吧？它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像玉米棒子一样的那种经济舱的布局。我那下懂了，哇！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说第2天可以在飞机上睡一会儿了。我说啊，公司给你订了头等舱啊，那蛮好的，蛮好的。那我跟谭湘文就坐后面就好了。
对对，哦，谭湘文也做那个头等舱，说哦，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朋友之间碰到这种事情真的最尴尬了，明明晚上还在一个包厢里面，就上了天那就不在一起了。我还挺擅长打破尴尬的，我跟谭湘文说没事没事，你不用跟我换啊，我就喜欢坐经济舱，那靠窗的位置，你坐着好舒服的。谭湘文说我没讲话，我说我换厅了，不好意思，你要真跟我换，我也不跟你换，我喜欢坐经济舱，头等舱的空调冷，吹得我膝盖痛。车厢里一下好安静，只听见师傅在那里玩转向灯的声音。他们叹了口气，唉，说公司这么搞啊，真的要不得。我现在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说了这句话了，很有可能是我又幻听了。朋友们相信我，如果你问我在共事过的那么多喜剧演员里面，谁的天赋配得上坐头等舱，你问我多少遍，我的回答永远都是我这两个讲漫才的兄弟。他们哪怕没有上过春晚，哪怕去年没有拿到那个冠军，我的回答依然不会变的，真的。他们走起来，我真的发自内心替他们高兴，他们值得坐头等舱。但是吧，最好别在我坐经济舱的时候坐头等舱。这种尴尬，它就不是2、3句幽默能化解得了的。到了机场，他们有粉丝接机，就拿着那长枪短炮给他们拍照，我就安慰自己，我说你看这坐头等舱也不容易，那么火不自由，走哪里都有人拍照，我多自由啊！我在这死了也没人管我，我一个人站着尴尬，我就跟他说，我帮你们2个推一下行李好不好？我显得眼里有活，你知道吧？人可以不火，但是我希望我的勤快可以出圈，我帮你。他们说不用，你自然一点就好。我就站在那里很自然的开始扯我手上的倒刺，我手上倒刺都扯完了，他们还在拍。我又试着把那扯下来的倒刺装回去。在玩倒刺的时候，我看见我大拇指上有根倒刺，我的小拇指上也有一根倒刺，我在这里感叹，我说都是倒刺啊，怎么你的位置比他大那么多呢？啊？你也会讲漫才是吧？啊？他们人特别好，看我在那等着尴尬，说今天就先不拍了，早点登记。过安检的时候，徐浩伦还跟我说，可以带着我走他们的头等舱通道，就是不用等。我也是没皮没脸就跟着去了。我当时挺心虚的，我拿着一张经济舱的票，我站在这个头等舱安检的队伍里面，我生怕我后面的人跑过来，你身上的味道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那肯定不一样，我头一天去网吧通宵了，我身上全是泡面的味道。他们2个身上虽然也有泡面的味道吧，但是拿那个头等舱的机票一删就没有了。我们身上虽然都有这个味道，但是把这个机票一亮出来，大家只会觉得是我把这个味道染到他们2个身上去的。到了安检口，徐浩伦突然给我开了一个该死的玩笑，他对着工作人员说：“哦，你注意一下啊，我不认识后面这个人。”真该死啊你真该死！我那一下整个人慌了，我开始急得跳 popping， 我抓着徐浩伦的胳膊，我对着工作人员说：“他开玩笑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那一刻明白了，什么人开不起玩笑，就是这种窘迫的人啊，那是一点玩笑都开不了。我那下把希望全都放在了谭湘文的身上，我说谭湘文，你说句话呀，你快点告诉他我们3个是好朋友。我都想好了，他打算如果谭湘文也打算跟我开玩笑的话，我真的我就掏手机找微信了。我说我们有微信的，你看呢？你是不是把我删了啊？我就改了备注。结果谭湘文人还蛮好的，他说：“哎呀，别逗他了，是跟他说我们是一起的。”那一天啊，谭湘文是我最好的朋友。过了安检，徐浩伦还给我开玩笑，他说：“太子准备登基了。”你的龙椅被安排在了46A， 只有一个扶手那龙椅。
我戴上耳机啊，放了一首我坐飞机的时候最爱听的《经济舱》。46A， 我靠着窗边坐下，旁边的歌迷略显得惊讶，开玩笑嘛 ，rapper 坐在经济舱，面子伤不伤？我当时一听，我就把这个切了。我越听越气，你晓得吧？因为这首歌的 hook 是我和米刘聪唱的，他跟我说过，经济舱这首歌火了以后啊，他就再没坐过经济舱了。后来我这两哥们真的实话实说，人还是很仗义的，跟公司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公司呢也给了一个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后他们还是坐商务舱，但是我也终于被安排去了另外一班飞机的经济舱。在飞机上的时候啊，我就琢磨公司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明白了，公司把我当沙丁鱼了，就是沙丁鱼，你们知道鲶鱼法则吧？就一开始渔夫在运沙丁鱼的时候，沙丁鱼老缺氧，后来他们就丢2条鲶鱼进去，然后沙丁鱼就吓得跑啊游啊游啊，就是水流一扰动啊，这氧气就进来了。我这2个兄弟今年他们就被公司啊，选成了2条鲶鱼，放他们进来就是想让我好好干活，保持竞争意识。但是呢，我不沙丁鱼，我是一条聪明的翘嘴。我不会恨我兄弟，我知道他们只是被当鲶鱼了。我不仅不恨他，我还会在台上大声嚷嚷，我说谁把这个鲶鱼放进来了啊？我看到你们了。谢谢大家，我是哈曹。挺帅的，挺帅。哈曹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哈曹。我觉得怎么说呢，心情比较复杂吧，因为他讲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题材，就这种分寸其实是很难拿捏的啊。但是他靠着他天生招人喜欢的那些特质，愣是把这个比较危险的题材还是走下来就挺顺的，而且听得也比较开心，真的很了不起，敢讲这样一个，因为公司既不可能给所有人都负担商务舱、头等舱，又不可能。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是本身很难处理的，但是如果错开就可以了。哎，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爹味儿啊？没有，没文件，特别好。哎，块儿哥，这个事儿你也是主理人，这事儿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处理啊？我觉得哈哈曹的天赋绝对配得上头等舱。有一个俱乐部叫开花脱口秀，你来了以后啊，我跟你说，你就告别经济舱了啊。所以好好考虑一下。你去了之后，小泡泡陪着你一起坐头等舱啊。我让你坐，但是他们有可能很快就倒闭了，所以你可能也就坐个1趟2趟，坐1趟是1趟嘛啊。对。应该是公司特别相信我们哈哈曹是个强者，因为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哈哈曹特别好玩的在于，他其实每次讲的都是这种特别平淡生活中，但是平淡生活中总能找出自个儿的惊喜，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非常喜欢哈哈曹这一篇，我觉得他一直是个很温暖的人，这是他迄今为止我觉得特别有态度的一篇，就说明他内心情绪是很饱满的。他其实讲这个事儿，大家是能共情的吧？就是有一个叫近距离效应，我们通常会容易被身边的人的某种境遇的改变，就引起我们内心的失衡。他讲的非常棒，就他的节奏有细节、人物、对话、场景，然后一个到次能够讲那么活灵活现，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篇，我很喜欢。谢谢。我特别喜欢哈哈曹的现场，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点，比如说他之前讲的那个情书啦，然后上一次这个打架啦，对，我觉得如果这种东西处理不好，或者是说他的节奏把控的不好，他的表演差一点点，你就会觉得有点像流水账。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挺难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完全在现场能够展现他的能力和魅力的这么一个人。还是哈哈曹看见事情的那个角度跟眼光不一样啊，就特别的美，他可能看见那个好玩的地方。是的，所以呢，我们老说喜欢哈曹的表演，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新信息：哈曹的新一轮的个人专场叫《长沙彭于晏》啊，现在新一轮的巡演已经开始了，太棒了！哎，我们能听见冷酷爱人吗？哎，能，那不还有现场唱歌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线下感受到哈曹的舞台魅力，哈曹会给大家带来
最简单直接的快乐。谢谢哈曹。谢谢。哈曹怎么样？感觉今天这回演完之后，半决赛总决赛信心。主要是那个专场去打个广告，我觉得挺好。这个就满足了。我比较务实，而且新歌也做了哈，都做了。哎，对，太棒了，行了。哈曹的表演也得到了笑谈的4票，综合现场观众的票数，哈曹的最后得票是275，给送进总决赛。不错的分数，可以，还行。再次掌声送给哈曹。待定区。好难听啊，小四爷。我特别喜欢哈曹，干净纯洁，他是心里真的没有杂念，就是嫉妒徐浩伦、谭湘文做公务舱，这已经是曹哥心里最大的恶了。这就是哈哈曹这个人，他就是真的这么干净，这么纯洁。曹哥人太好了。哈哈曹其实是我精神偶像，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哈哈曹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节目里捧场跟笑的最多的一个人。参加的 ENFJ。大家都很累，然后都在很焦急的准备稿。哈哈曹从来都是听别人演出的时候，他笑得好开心，他真的把笑当成生活中潜移默化治愈自己一种习惯在做。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种人，我觉得最值得崇拜的人，是因为他先笑了，这个世界才开始笑的，不是要等到你要逗我乐爷我才乐。我希望呢哈哈曹能看见，我爱哈哈曹。下面要上场的这位呢，今年表现特别稳，之前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观点，对，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对生活的观察。掌声欢迎 Kid。大家好，我是 Kid。大家好。哎，好，谢谢。啊，是啊，来了一些盲人 ，OK 啊。大家好，我是 Kid。我最近一上网就一玩手机就会烦，我很烦现在互联网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功能，比如 AI， 微博有一个 AI 机器人叫评论罗伯特，我巨烦他，到处评论。夸我的微博，他在下面说 Kid 今天的演出确实令人拍手叫好。骂我的，他在下面说这种人我看到也会觉得恶心。最过分是去年有一个网友发，原来躁郁症是 Kid 的灵感源泉。你知道这罗伯特在下面说什么吗？他说太棒了，希望躁郁症永远不要离开他。我当时看微博特别生气，我说你哪来那么多话呀，你个姓罗的。我是感觉现在的网络已经变味儿了，该讨论的东西半天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明星的词条和水军，没啥意思。我真想看明星，我每天照照镜子不就可以吗？是吧？但是我那个追星的表妹她开心，她每天就捧着手机看她哥哥的什么路透，一边看一边，哎呀，看看这是谁的老公呀，瞧瞧这是谁的老公呀。过2天热搜一出来，这下好了，这下知道是谁的老公了。而且我现在发现，不管什么软件都想让你开会员，他们还为了赚更多钱，把原本 VIP 的权益切割出来一部分，弄了一个 SVIP Super Very Important Person。就这帮人，但凡有一个人好好学过英语，就知道 Super 和 Very 两个程度副词不能一块用。我觉得以这帮大厂的奏性，可能过2年 SVIP 也卖不动了，会再切一刀推出一个 SVIP Ultra 什么的。不是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有一种所有人都盯着我这仨瓜俩枣的感觉。我现在朋友圈里都能刷到广告，对吧？有时候我刚睡醒迷迷糊糊打开朋友圈，吓我一大跳，我什么时候加的易烊千玺啊我？我最近还有那种解压小游戏的广告，迎面一只大铁脚。让你拆螺丝钉，别笑，你们也过不了第2关。然后就是这，
底下评论区全在刷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中间有一个留学中介，那我这儿包过啊。但这些我都能忍。我最不理解的是奢侈品往我的朋友圈打广告。就我突然刷到游戏，我能玩2下；我突然刷到奢侈品有什么用？我不买你们是因为我没想起来吗？我就去问我广告公司的朋友，他说不是这个逻辑，这个投放有时候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贵，你才能对拥有它的人有多有钱有概念。所以广告行业有一句老话叫奢侈品打广告就是打给穷人的。我不理解，我说大哥，你要诚心让我知道你有钱，你给我打什么广告？你给我打钱呢？对吧？什么贵包贵车，我只能记住谁是我的贵人。你往我面前放一个爱马仕，我也不知道真假，但你往我脸上甩2万，说我是不是有钱人？爱马太是了。哎呀妈，太是了！哎呀妈呀，太是了！哎，我需要一个广告来告诉我它有多贵吗？小某书告诉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我的这个软件这2年越来越变成一个炫富的地方，全是享受荣华富贵，定位不在国内，大家只会把最美好、最成功的片段 PO 上去。02年23全款拿下评层，04年21收获外企 offer。我从来没有见有人发过91年34住在爸妈次卧，从来没有过，你知道吗？人呢，次卧没网嘛，而且他们也不值着炫富。他们研究了一个说法，就是按资产几位数就说自己是 A 级，对吧？你一点开全是我是上海地区的 A8，我是北京地区的 A9，我都想说我是中东地区的 C4，把这评论区全炸了。哪来的你们？你很容易就被他们影响，开始跟着他们衣服裤子种草拔草，但是生活里没那么多人懂。我跟我朋友说，你看我现在穿搭老前锋，他说我还老汪涵呢，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知道吗？特别喜欢，对吧？你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你陷入跟他比的那种焦虑，但你比又比不过，对吧？人家是 A8 A9， 你是 AAA 建材王哥。人手上的表都是 Rolex、Cartier、Louis Vuitton， 再看看你手上的表 ，Excel。看来在座都是艺人啊。有人说你这么多烦恼，你应该放下手机去拥抱现实生活。我试过，我说今天不能再躺着玩手机玩到2点，我出去打了2个小时篮球，结果活动开了，回家精神抖擞，玩手机玩到4点。那天晚上我就在想，我们放不下手机，往往只是想要逃避现实生活。如果现实能像虚拟世界这样点一点就解决问题，我肯定拥抱它，是吧？亲戚介绍对象，点投诉，内容引起不适。房贷还不上了，点钱包，关闭自动续费。老板骂我，骂着骂着脑袋突然开始，哎，是我在卸载它。以前的朋友升了头等舱，都别想好，一起恢复出厂设置。我无敌了。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而杀得死我的，我就看广告复活，是吧？所以我觉得焦虑归焦虑，咱们需要有地方躲躲，不用有负罪感，觉得哎呀，今天我要是没玩手机，就一定能怎么样，怎么好，不一定，对吧？我上学的时候也没玩手机，没怎么样，最后一本正经的考上了一个3本。所以说我现在就敞开了玩，这样哪怕失败，我还有一个台阶下。哎 ，Kid， 你怎么被淘汰了？哼，哪有什么淘汰，我只不过把别人写稿的时间都用来修那只铁脚了。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跳出应该对版，你看285，Kid 左跳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Kid。哇哦，太棒了，太棒了 ！Kid 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感觉哇进了，就是这个，我跟你说。你把整个赛季所有的烂梗的时候都拍了，刚才他讲那个矮马，
那时候你为什么？艾玛太次了。对，那时候为什么没拍？我觉得你应该拍。我在等着你啊，因为 Kid 好多回演出是那种。那刘老师老说有一些灯啊是那种拍案叫绝的拍，是吧？就是不得不拍，光 Kid 给我们好几回这种时刻了。其实那个破梗的时候我也特想拍，因为他把破梗做出了水准，真的就是高级破梗，真的是。我有一个特别破的梗，跟 Kid 有关系的。上回我突然间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梗破到真的是，但是我得讲给 Kid 听。需要我们回避一下吗？你负责给他讲，不需要。希望各位善良一些，笑一笑啊！我们每回都看 Kid 老师那个中文名翻译过叫积德，对不对？因为很多明星啊，大家都会做一些扇子，对不对？一些人形状的扇子，那么做这个 Kid 形状的扇子叫做积德行善，对不对？不重要。说完了。不，没事儿。破了不重要，在这在于我觉得就是 Kid 这回进了。这回真是进了，我觉得特别棒。一上来说那个萝卜姓罗的时候就已经进了。那下午很有压力，我就觉得后边讲的烂我也得拍了。因为已经情感互动了，但后边那么精彩，所以就拍得特别高兴。这个题材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涉及到社交媒体啊，它涉及到平时用的手机软件等等。可能有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曾经多多少少说过相似的内容。对 ，Kid 今天是一个锐角的存在。对，感觉今天特别炸，然后非常好笑。然后他讲的这个社交媒体的那个，其实我因为不是一个经常网上冲浪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是最近才知道 Momo 是谁的。Momo 是什么呀？好多人叫 Momo， 你不知道吗？我就是 Momo。不是，他说游客是某某，不是游客应该是李李嘛，游客李李嘛。然后再算了，好，谢谢啊，好，谢谢，这个还行，凑合过去了。而且他的头像有很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 Momo 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发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可以去这么多人的那个帖子下面去评论啊？所以我就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哎，你会被这些影响心情吗，准真？我因为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我知道罗老师天天都在冲浪，也没有天天吧。你会被影响吗？啊？你会被影响吗？什么？你会被我跟您说。我跟您说。会被影响吗？有时候会。我觉得 Kid 他这段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当代人有一个新的所谓打引号道德瑕疵，就是在各种社交媒体晒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对，说明他很欠缺同理心，然后什么陷入消费主义，就有很多很多，其实都可以概括在其中。所以他其实是触动了很多人内心深处会有共情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以为你看的是他的全集，但其实你看的是一个精选集。对，他是被剪辑过的，但是我们都羡慕那个被剪辑的人，是吧？对对对。那你自己发精选集吗？我发最精选的精选，然后发那种，对我会自己先筛一遍。对，但我就主要就是感觉，哎呀，有时候会怪自己，你能不能别玩手机？但后来也想通了，就是我好像没有在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金，金它不会消失，它只是被碎片化了。我现在是在通过网络向世界各个角落挥洒金色粉末，你知道吗？其实是好嘞。Kid 的表演非常精彩，而且在现场有很多观众觉得很有共鸣，并且我们校友团的4灯也全给了，必须的。Kid 最后能够得到的票数是，我觉得292。掌声送给 Kid。来 ，Kid， 待定区，进了，终于。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大家很熟悉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作为养鸡大户，一场禽流感破产，让我们掌声欢迎养鸡王子高寒。从
友们，晚上好，我叫高寒，然后，没退赛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家禽流感破产之后的故事，因为当时我虽然只有6岁，但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禽流感之前，同学们都管我叫养鸡王子；禽流感之后，他们管我叫小鸡崽子。禽流感之前，我天天吃鸡；禽流感之后，家里电视坏了都没钱修。咱家那个电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不管看啥都有一种看《我是歌手》的感觉。就一打开电视，我说啊，黑幕。就真的没钱修，我只能天天在家里听电视。同学来家里找我玩，给他吓坏了。他说：“高寒，你家收音机真大呀！”我也不好意思承认电视坏了。那一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其实《大耳朵图图》是一部评书。真的没办法，我觉得禽流感就像恐怖袭击，它有2个特点：一是恐怖，2是袭击。这个不比老前锋强啊！真的，我完全被击垮了，所以从此我就开始躺着。我6岁就是全村第2能躺着的，第1是我四大爷，是个植物人，一直躺到现在。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躺着玩手机，以那个床头插座为圆心，充电线为半径画圆，就是我的生活范围。我爸说：“儿子，你天天躺着，你不得得病啊？”我说：“不会的，我每天拿着一个苹果，医生会远离我。”我爸管不了我，因为禽流感之后，我就对他祛魅了。之前我很害怕的，因为他老打我，我也犟，他打我也不服，我就写日记，我就写：他打我，我恨他；他打我，我恨他。越写越恨，因为我发现他不光打人，还偷看别人日记。他一打我，我就写他，但是我一写他吧，他就打我。我只能按他说的写，我按他的要求说啊，爸爸爱我，我爱爸爸。6岁我就知道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禽流感之后，他的形象完全坍塌了。就他最开始还装呢，他儿子哎，没事儿，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他妈。我妈说：“妈呀，失败可不是成功他妈，我感觉失败是高寒他爸。”而且他还想养鸡，他就想管我姥爷借钱。他儿子这么的，你骗你姥爷，你说因为没有零花钱，学校里别人都笑话你，都瞧不起你，都不愿意跟你玩。我说啊，那就是实话实说呗。我妈不同意他养鸡，我妈跟他说了，说养啥鸡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消停种地得呗。我爸说：“你多大岁数了？男人至死是少年。”我妈说：“算我求你了，别养鸡了，种地吧，少年。”真的就是这样。后来我爸就开始安慰自己，他说：“鸡死了能咋的？人没死就行呗。”他开始研究这个中医，太荒唐了，把鸡全养死了，自己开始养生。他自己就一直养生到现在。现在他还会给我转发那种养生的公众号文章，就什么啊，吃烧烤就是自杀，啊，开空调就是自杀。真的，本来我挺怕死，但他发完，我感觉自杀很惬意。我说吃个烧烤，开个空调，嘎巴就死了吗？不会是爽死的吧？他特别害怕我死，因为我是唯一幸存的小鸡崽子了。他对我的要求就是不死就行，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死就行。所以现在我一无所有，但是无忧无虑，也完全不想努力。但有人说高寒，你这个有点虚伪了吧？你不想努力，怎么还上节目呢？这个真不赖我，我每天啥也不干，但是梗啊，就是往我脑袋里钻。我根本拦不住，我有什么办法呀？真的，而且我发现，只要你对自己的要求足够低，你就永远不会焦虑。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室友就焦虑，他睡不着觉，老失眠。但他说没事，我吃1粒安眠药就好了。但是没好，他半夜跟我说，他说高寒，我这个研好像是考不上，我也找不到工作，也买不起房子。我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我吃1瓶安眠药就好了。他说高寒，你怎么不焦虑呢？我说本来其实有点焦虑，但是现在我好像要保研了。哦，我是王八蛋啊！但我没保研，那天也没人死，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自杀呀不一定得吃安眠药，我请你吃一顿烧烤就好了。讲到这儿，谢谢你们。不住一笑，不差这一个。来，高寒左票倒计时。哎，高寒，我想认真的问一下，就是你做的最认真、最努力的事儿是什么？其实就是脱口秀，我其实挺努力的啊，我也是，就是也挺那个写的也挺累的，我就是在段子里这么说。所以其实你是努力的人，但是梗啊，就是往我脑袋里钻。也不算吧，我就是正常人，不算努力，也不算。我理解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自个儿努力，因为就是那种考试，因为承认自个儿努力显得自个儿不天才，你知道吧？就是问你头天复没复习，我们也复习。我老相信这样的人，以前实际上他非常努力，其实熬夜复习了。所以春春，你是觉得他在努力的给大家塑造一个不努力的形象？对，这是我的疑问，这是我的疑问，是不是嘛？他不会告诉你的。我现在好像把我自己也骗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努不努力了啊。就是你给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人生态度的设定是什么样的？挣钱，挣100万，恢复养鸡场，对不对？再重振家业，哇，太棒了！因为确实高寒是一个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演员，尤其是在他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是很难问问题，因为你问了一个问题之后，根本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但是我因为高寒有一种对我跟我的感觉，他就是站在人群中啊，就跟个错别字似的，你知道吧？他就老是这种在那儿这样，但是你又特迷恋这种感觉，然后你又觉得他的所有那些刺眼的呀，然后你觉得他刺的东西让你觉得赏心悦目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想起你小时候了呗？哎，对，还跟我有一点像啊。我也有一点，就小时候使劲嘚瑟，然后经常挨揍，然后打我们的那些人一边揍，有时候还一边乐。我还是挺喜欢高寒这一篇的，虽然我一般会觉得同样的题材如果讲2次以上可能会被稀释了，但他因为这个经历太独特了，而且我非常喜欢他最后和他那个朋友之间的那一段，其实不是在同一天发生的那个事情，那个特别文学感，所以我很喜欢他那个底，虽然可能不是你最炸的一场，但我依然很喜欢，所以我拍了这一灯。谢谢。来，我们听一下琼门广志老师。这个不算熊门的作品嘛？其实我一直觉得高寒的东西，他熊的没有那么纯粹。其实，对他东西其实那种文学感还是挺强的。对，像那种富裕家庭的破落户子弟。哦，对，有点那种感觉。他精神并不贫瘠，他不穷，不算，升华了，就是上去了，对吧？啊。因为广志作为那个他们门的创始人啊，对他肯定要把那个门给托起来。我家大门常打开啊。琼门永存。我不想把它发扬光大，我想这个门越少越好。这个拜再来了啊，因为有点难讲了，现在有点。广志钉子户啊！但是高寒的所有的文本里面的强文学性，其实都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再次把掌声送给高寒，独特的存在，来吧，来。在高寒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校友团是，高寒就咱们轻松到了分都不看就走啊，走了，回去歇会儿啊。来看一下高寒得到的票数是。高寒待定区休息。其实我是特别希望他打到决赛啊，真是，哎，挺好，正儿八经挺好。讲的不咋地啊，我在想这个真挺低啊，还是有点虚高了。他今天不表现不好吗？实至名归吗？每况愈下。
这句话也可以评价我的人生。虽然挺欠儿，但是也还行，而且我觉得可以随意的骂他，这一点挺好，因为其他人有尊严。谁说我没有尊严的呀？我有尊严，你有，但是不多，你知道。我有尊严。小丽姐姐确实能骂我，因为我是势利眼嘛。我要觉得你厉害的话，你就可以骂我。小丽姐确实挺厉害的。我说这一季的表现其实有一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一个演员如果没有什么储备，直接就是空手来比赛的话是很难的。但是高寒确实有一说一，他创作能力很强，我不知道他是谦虚还是他会写而不自知。还是何老师会说话，那要不我重说？他这个是心里话，我听出来了。那小丽姐您再说一下。确实是每况愈下。都说的是心里话。他仨在我心里是基本是三足鼎立，但是如果今年脱口秀大王的话，我希望在小丽姐跟何广智之间产生，因为如果是小四爷的话，我会太嫉妒。小丽姐的脱口秀能教会我好好说话，广智的脱口秀能教会我不好好说话，小四爷脱口秀我看了就是纯害怕。小押韵，赶紧开专场嘛，赶紧赚钱，就是希望多写嘛。其实这是最实在的，你们东北人讲的就是实在，别整这刻板印象啊！我就祝高寒还是保持他这颗天真纯洁的这颗心。希望你快乐。来，这个行。下面这位表演结束之后，将会出现第一位进入到决赛的朋友。下面要出场的是一对大家熟悉的组合，无厘头贯穿他们的所有表演，掌声欢迎徐浩伦、谭湘文。谭湘文。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谢谢。哎呀，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小说，看一些什么样的小说呢？看那种武侠小说啊，金庸、古龙。哎，对对对，我觉得它里面的男主都特别的帅，想成为一次少侠，想当一次武林的少主，可以啊。你帮我模拟一下这个感觉呗。哦，但是身世比较凄惨，你想从哪个部分开始演起？对对，一般都是没什么家人嘛，这种。是。我们就从那种灭门惨案开始演，好不好？就从灭门惨案开始演。就是回家看到死了一地的人那种呢。好，从这趴开始演。对。哎呀，好久没有回家了，嘎叽的。怎么回事的？你怎么才回来啊？爸爸要死了。今天中午，爸爸做完饭的时候忘记关煤气了。忘记关煤气属于自杀，我找谁报仇了，大哥？那别人上门把你搞死了。哎呦！实不相瞒啊，爸爸年轻的时候本来得罪过一些人，得罪人了，以为可以相安无事过完这辈子，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还是找上门来了。今天中午爸爸做晚饭的时候，那个仇人就找上门来了。他一来就把煤气打开了，他又把煤气打开了。他老喜欢用煤气。哎，别顶嘴哦，不顶嘴，我只能说那么几句话了。好。爸爸死了以后，你要报仇，有抱负，报名参加歌手。有毛病吧你这？都要死了还参加什么歌手了？你不是一直有自己的音乐梦想？对。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没关系，我希望你没事，你少出两句吧。去唱没关系，我会带着我的梦。我有一个没死了，吓我一跳了，在这里。我有个大师兄，我的大师兄，你的大师兄，我的大师，我的兄，我会去找大师兄的。我带着你的要关煤气，不死是为什么了？你是爸爸的时间不多了，你时间蛮多了，在这里啊，唧唧歪歪唧了半天了，死不死到底啊？不是，我不想离别，要伤感一点，没有必要，知道吧？你这时候就要死了，我才有仇恨呢。才血海深仇了。哎，对，这个时候我收到父亲的遗命啊，要去找他的大师兄学武报仇，一般都是个武林高手。哎呀，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了啊！想必这就是到底是得道高人，胡子留的是真的长啊！哪里有胡子了啊？胸毛玩什么胸毛了，在这里啊？在这儿玩胸毛啊？有病吧你是？
哎，哪个大师没事在山上面玩胸毛在那里啊？你玩点别的不好啊？你是玩腋毛啊在这里啊？没点大师风范了，你怎么？既然来找老夫，肯定是有事相求。没错，这位少侠可以直接开门见山的说，我来找你学舞的，想找我学舞？没错。好，你看你是要 breaking 还是 popping？ 我是跳舞的。我谁找你学跳舞了？那怎么报仇？我看到仇人，我跳死他在那里啊！武术，想学武术？没错。是怎么找到老夫的？我收到父亲的遗命。父亲的遗命？没错。你的父亲是谭文香。谭文香？哎。他怎么不亲自过来找我呢？他可能过不来了。他已经遭遇不测了。他死了。笑什么笑了在这里啊？你杀的是啊？你帮不帮这个忙？帮不帮这个事嘛？帮不了这个忙。我已经帮过你们一次了。什么时候？你的父亲没跟你说过吗？啊，早在很多年前，他本来是我的二师弟，而你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师妹。当天跟他成婚那个人本该是我，你的父亲横刀夺爱。我已经帮过你们一次了，要不是我的话，你出得来吗？你真的是你。这个忙我帮不了，这个图我也收不了，慢走，不送。其实我娘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你。谁是我最好的徒弟啊？这里，变得真的快了，你在这里。我收你不是因为你啊，也不是因为你的母亲，是吗？是我做人的原则。原则。我这个人惜才。哦，你觉得你是个天才吗？天才可能不是，废材，废材不至于，慢才就是慢才。慢才，丑话说在前面啊！现在的我不轻易收徒哦，只收2种人。哪2种呢？其中一种，要么你是万里挑一、持之以恒的练武奇才。我怎么晓得自己是不是练武奇才呢？一个真正的练武奇才，就是在入门之前打开了自己的任督二脉，才叫做练武奇才。我不晓得自己开没开呀？想知道自己开没开吗？想啊！过来验个尿。验尿啊！他验得出来个鬼呀！太科学也不可以，晓得吧？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任督二脉？讲解一下。很复杂，脉就有2支，任脉跟督脉。督也有2个，哪个？真督假督。真督假督啊！这怎么学的？这太丑了吧！这个，我肯定不是第1种。那就看你是不是第2种人。第2种。哦，要测试我的交学费的，交钱啊！没有钱，1分钱没有。没钱可以找爸爸要嘞。家里被灭门啦，死光啦，爸爸被煤气熏死啦。你想免费？不是想免费，老子只能免费，晓得吧？那免费就只能上大阪，还上大阪健身房啊？你这里是啊？我不急着拜师啊，我先搞清楚你是个什么人，看着也不厉害。看我不厉害啊？你的父亲没跟你说过我是什么人吗？没有啊。我空手接过白刃，你接过吗？我在空中躲过300支箭，你躲过吗？我空腹吃过饭，你吃过吗？吃过。老子空腹就吃饭，晓得吧？饿了就吃。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清楚。我们这个门派出过很多人，是吧？但是我们的开山鼻祖是灭绝师太哦，很多旁门左道官我们叫做灭门，就叫灭门是吧？这我家里才灭门呢，这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哦。我现在是灭门的第2代掌门人，也是武林的霸主，你可以叫我灭霸。什么破名字了这是？好了，怎么拜师了？那个想要拜师，得有个基本的拜师仪式。我给你敬茶，先跟为师磕1000个头，磕1000个头啊！磕完1000个头，老子家里就真的灭门了，晓得吧？你没有明白为师的良苦用心呢？哪里啊？你去想一想。你找我不就是为了复仇吗？对呀，你跟为师磕完这1000个头，你不一定记得你要复仇了。磕失忆了，晓得吧？磕的都不记得了。我跟你说，先把拜师的过程跳过去，跳过拜师仪式。你先教点真东西，我看看你水平。想学功夫，对，就得靠时间磨练出来。好，什么是功夫？先拳后脚刺擒拿，兵器内家5合1。口诀。什么是拳？有内家拳、外家拳、蝎子拳、猴子拳、蟑螂拳、螳螂拳啊！蟑螂拳谁学了，大哥啊？名字不能念错，别管它是什么品种，对吧？还有鹰爪、蛇手、鸭脖、鸭脖是什么东西了？这还绝味了，在这里谁拿脖子打人了？不给别人砍啊？在那里不要着急，先拳后脚。什么是脚？脚就是你的下盘，下盘得稳。哦，怎么样才能稳住你的下盘？怎么？马步要找马步？什么叫马步？这叫马步哦。这个呢？马步步是什么东西了？这你们这个中门还有吉祥物啊？还有啊？
是擒拿，擒拿。什么叫做擒拿？你说，擒是死的，拿是活的。什么叫做擒？这个叫做擒。什么叫做拿啊？这个叫做拿。这个叫偷，这个叫偷，晓得吧？啊，这叫偷啊！我跟你说，你教点上得了台面的功夫好不好啊？好，那就跟你说清楚。什么？可以看到我们的左右两边有不同的兵刃、兵器，让我也是给你一一介绍。好，首先这一把叫做百兵之君。哎呦，这个剑。众所周知，华夏岳不群有把剑叫做君子剑，对，而我这把小人剑，小人剑，还骂小贱人嘞，在这里啊，这有什么用吗？他小人剑，顾名思义，这把剑只斩小人。哦，这个意思哦。1.5米以上的打不过，那有什么用了？这1.5米以上的打不过是吧？我只打得赢3、4年级的，初一我都打不过，知道吧？小人剑，这叫矮人剑，换一个，不要着急。百兵之祖，这个是棍子，长棍讲的是个拉扯格斗，短棍讲的是个近身缠斗，双节棍讲的是个出其不意，法棍讲的是个入口。法棍都出来了呀！我给仇人做甜点吃是吧？在那里还捡他干嘛呢？你母亲当年最喜欢吃法棍。你别走感情戏了好不好啊？你当年为什么成名于江湖？你告诉我啊！有本武林绝学啊，你可曾听闻过点穴手？葵花菊花点到哪里去了？那要洗手嘞，朋友啊！你老点不该点的地方是为什么了？哎，再者说，点穴手不是失传了吗？那是你没有见过。老夫今天让他重出江湖，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点穴手。哦，没什么用了。好，那就是失传了，那就是失传了，是吧？还哪有你这样的师傅？我什么时候报得了仇啊？不要着急复仇，我们现在武功还不够，不要着急报这个仇。我还不着急啊，我一定要报这个仇。你不要报，为什么要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家里被灭门了，父亲死在我面前了。我知道，我不报仇，他们怎么说我？你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说你？他们说我不孝，不孝就不孝嘛，有人会孝，谁会孝嘛？观众会孝嘛。很春晚，这话很春晚。对。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去想清楚这个问题。你把他们一家人杀完以后，那你怎么办？你下半辈子怎么办？你去打他的人，他来灭你的门，那打来打去，灭来灭去有什么意思？打灭呀！我人都差点给你劝好了，晓得吧？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我知道为时局，我现在就要去意已决，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要报这个仇，但没有关系。你还点什么？真的会啊！你是要报这个仇，但你没说一定要谁去吧？这个仇为师帮你报。上一代的人员就留在上一代。我想清楚了，你就留在这个山中，不要来找我。我老子也动不了，晓得吧？从今天开始，你就新一代的掌门人。我还什么都不会啊！不会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做好自己，不争不抢，不需要做到最强，做好分内的事情，大家都会有饭吃。漫才都被逼得上价值了你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们这个门派的名字吗？不喜欢灭门。从今天开始就以你命名。什么名字？我们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神经病吧！最后那个太好了，漫才都被逼得上价值了。来，收起你们两个讨好的手。你这个嘴呀，你真的是。对不起，我开麦了，我怎么了？没事。来，最后不要被他们这些奇技淫巧所干扰。来，1号轮，谭湘文的锁票倒计时。谢谢。你们的这些英雄梦都来自哪些武侠片啊？怎么《笑傲江湖》啦？和《仙剑奇侠传》啦？你是没有童年吗？在这方面，我们看的是一样的呀，差不多。对，看的这些东西。我太喜欢那个胸毛那一块了。我也不知道出什么招呢，然后一直捋着胡子捋胸毛，哇，而且胸毛这么长，在这个地方捋，哇，太有意思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精妙到一个程度，中间有一段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他在那儿空场，他死了，笑什么笑了，在这里他只是乐了一下，然后就一下给掰回来了，哇，化神奇为力量，我觉得太棒了。
谢谢。就是每一次那种感觉，现在已经他们在哪儿，就感觉是绽放的感觉，真是棒，说什么什么都哈。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彼此从对方学到的是什么？学到了什么？比方说，徐浩伦，你从谭香文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做人啊，这么高尚，原来我这漫才的价值又上去了哈。谭香文，你和你的搭档，其实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我在他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学到，学到这教训啊！没，挺好的，他很乐观，很乐观还行，因为跟你在一块儿很乐观哈，很外向，很外向啊！真的是世上三绝呀，齐白石的家，徐悲鸿的马，还有你们出梗的想法，哇，太棒了！他们出梗的那些点太绝了，好多点啊！他们现在表演让我心情很复杂，因为怎么了？他们从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露面就没有差过，因为很多优秀选手是有波动的，他们就一直基本上是顶格的。所以时间长了，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吃亏的就是，虽然他们已经这么优秀了，但大家可能看了今年是第2年，对吧？对，如果再看第3、第4年，可能就会出现类似那种潜意识里的不公正，就大家会倾向于看到那些新的有新鲜感的东西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相对吃一点亏。我想的挺多的，不啰嗦了，我就简单说，就是你们是我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绝无仅有的吧，跟小四爷一样，你们两组是我从来没见过有一场垮掉的，就是永远顶着格走的，对，没有波动。谢谢罗老师，谢谢，太厉害了，你们那个马步步扎得稳啊。我是觉得就是一如既往的好玩好看啊。然后虽然他们说那个他们的英雄梦是来自于那个《仙剑》和《笑傲江湖》，但是我感觉我看的是《东成西就》。我看了个脱口秀版的《东成西就》，特别好玩。我个人一直是徐浩伦跟谭香文的粉丝，所以他们每一点进步我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大家可能因为被他们俩就无厘头的表演，完全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们俩的第一演技，第二台词功底非常之棒，非常好。非常之棒，非常好。夸我的，没有，两个人都如此，就很多的台词，如果是有 A4 纸的话，我不知道得有2页以上，听得非常之清楚。然后每一次你们的结尾都能够让我在笑之余能够有那个不上价值的，就是被感动。其实到这个阶段，人是需要被触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棒，我期待你们能够走得更远。谢谢，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2位，加油！谢谢5位老师。2位，在你们是第6组，所以从这2位表演结束之后，就有人要进入决赛了。进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徐浩伦和谭香文他们得到的票数是285万，应该是配的出。285也行了，所以我们要祝贺 Kid 率先进入决赛。Kid， 厉害！我吐槽你是对的。徐浩伦和谭香文进入到待定区。 OK， Kid 是290，所以在6组表演结束之后 ，Kid 率先进入决赛。坐，哎，我站一下。你们2个人有没有什么生活的哲学？一人分享1条。别想太多，得过且过。我爸爸说的。你爸爸刚才是你爸爸说的吗？这句话。哎，给你讲一下现在赛1赛段的赛制。听懂了吗？这个赛制？听懂了吧？听懂了。重复一遍来，赛制讲了什么？叫名字就上去。人生4大喜事是什么？上网打球，结婚大寿，80大寿。80大寿是喜事啊？喜丧。喜事，80大寿。喜剧不算你们的喜事吗？这是我们的快乐，好吧？这是我们正常的事情。对，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从出生就应该搞笑。我一直想做的喜剧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节目会在生活中帮上你什么，甚至世界上更帮不了你什么，就顶多让你笑一笑吧，解决你一些心情问题。或者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我希望你看到我的时候是开心的。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演完这个段子，感觉自己是个大侠。现代社会哪来的大侠呢？我结交天下英豪，快意恩仇，怎么就不是大侠了？你怎么结交的吗？关注名人账号，点赞、评论、加私信的，然后求他们关注我。哦，那快意恩仇就是他不回复你，你就取关他。你就说快不快吧你？快有什么用啊，大哥？你知道当大侠最开心的是什么吗？是什么呢？小二，2斤酱牛肉，1瓶老村长酒。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行走天下，喝酒吃肉，大侠标配，开心必备，让生活更开心。下面要上场的这位呢，今年是他第1次打入半决赛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是在舞台上的一些真实感受，掌声欢迎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我也是他们2个兄弟的粉丝啊。然后我在看春晚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也太炸了。我看春晚的时候，心想接他们后面的人得有多绝望啊！反正春晚是用陈奕迅的《孤勇者》接他们的，但这都不是最让我担心的。我现在上台前最担心的事情是，我觉得我的痛苦有点太小了。就别人讲的都是一些温饱问题，我讲的问题都是些吃饱了撑的才会，比如口呼吸，是个典型的吃饱了撑的问题，就是你长期用嘴巴吸气呼气，会导致你的脸型特别长，这是后果，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口呼吸有些年头了，但我发现口呼吸很难拒绝，它太方便了，3个进气孔，下面这个最大。你怎么拒绝？上面2个小洞够吸什么气的？我有鼻炎，我还有鼻中隔歪曲，我用鼻子吸气贼难受。但我用嘴巴吸气就跟静音空调一样。我小时候坐最后一排，然后我这帮，老师说是有人漏气了是吗？我就改成口呼吸了。口呼吸其实是蛮有亲和力的，狗那么快乐都是因为它口呼吸。但是放在我脸上就显得我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很吃惊的样子。我操！张俊，你有什么问题吗？那你把嘴巴闭上吧。这是我现在写的段子，一些小儿痛，就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很多人会对痛苦分级，很多人觉得痛苦不及格就不值得说。比如我之前的时候，去年的时候讲了一个在飞机上遇见热屁股的段子，就有很多人说这事太小了，我那屁股挺大的。他都怼到我脸上了，然后他们还说你能不能闭嘴？我一个口呼吸的人，你让我闭嘴，你这不要命吗？以至于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担心自己的痛苦太小了，说出来矫情。比如说，假设今天我被淘汰了，我说假设，我会很难受，我会很痛苦，但我不敢跟人抱怨，我尤其不敢跟晚上送我回去的网约车师傅抱怨，因为我开不了口，我怎么跟他说？我说师傅，我今天讲了8分钟段子，然后我被淘汰了。你知道被腾讯淘汰是什么感觉吗，师傅？你知道被腾讯淘汰是什么感觉吗？我怕师傅说我来开车也是被腾讯淘汰了，说不出口。同样影响的还有性格方面，就是在经过应试教育的拷打之后，我会根据社会需求改变我自己的功能。比如我80%的场景下是个 I 人，但我测出来是个 E 人，因为我知道社会需要 E 人。所以我在做题的时候就跟面试一样，他问我你会为了活跃气氛主动幽默吗？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测出来我是一个跳梁小丑啊。我很不习惯做 MBTI 测试题，就一道题做完它没有对错，没有分数，只告诉我是谁，这都不是我认识自己的方式。我比较习惯另一种，你告诉我是行动者 OK， 但是我击败了全国多少行动者？我和北京、上海做的测试题是一样的吗？什么是热门就业人格？那他都不说，这是我比较习惯。我第一次测出来我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就觉得很绝望，只能复读了。然后3战的时候成为了一个 E 人，所以我特别共情 DeepSeek。DeepSeek 就是他也没有做自己，他看起来非常的外向，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工智能。
因为你不管问他任何问题，他都要想半天。任何问题，哎 ，DeepSeek 1+1等于几？用户现在问我1+1等于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也需要详细分析一下。他有可能是在测试我的反应，但也有可能真的知识储备不够。鉴于他之前总是问我为什么太阳总是在白天升起，我判断他知识储备确实不够。接下来要以开放和友好的态度回答他。2。他想了25秒钟，他第1秒就知道答案，他后面24秒都在问元宝，你能不能帮我润色一下这句话？他想太多了，你知道，你想让他回答快一点，你就把联网搜索关了，秒回，没有一句话是对的。但他自信了不少。如果我是 DeepSeek 的话，我会很羡慕小杜，有一种愚蠢的快乐。他就跟我家柴犬一样，就是我把酒店房间门一打开，什么话也没说，我在。你可以让我关灯、关电视、关窗帘，你不开这些我都不需要关。但你后来发现他也就是存在而已，你让他看这些他都不会干的，对吧？小杜关窗帘死了，关电视死了，凌晨2点我要睡着了，我在。我会把别人对我的期待当成我的目标啊，所以我有很多为我这种人量身定做的陷阱，比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这句话，就是我本来很想抱怨环境的，但是我又有点想当强者，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在跳进去这个陷阱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是对强者的夸奖，而不应该是对弱者的批评。因为我不让抱怨环境，我现在憋出了很多无用的能力，比如说我特别能憋气，现在。别人说是因为你以前练游泳吗？不是，因为我老打特惠快车，然后我又不想开窗，因为我怕伤了师傅自尊。但你别看我这没说话，但我心里想的是我强不强？我强不强？你就说我强不强？我强不强？幸好我会口呼吸，所以是你强者就应该抱怨环境啊，因为弱者抱怨也没有人听啊。我小的时候上课，然后我站起来，我说老师你这一题做错了，老师说你站后边去。学霸站起来说老师你这题确实做错了，老师说你看，所以他是学霸，因为他会独立思考。我说全班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后面独立好吗？我也想抱怨，但我没有拿冠军，我也抱怨不了。前几年我就想说喜剧不能拿来比赛，但是我前几年老输。这个时候抱怨环境显得人特别的酸，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不能抱怨，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要说喜剧不能比赛，我得先把所有人都赢了以后才能说啊，让我们和平共处。这样我就从一个抱怨环境的弱者变成了一个装货。我也想抱怨环境的，但我还是觉得强者应该抱怨环境，因为强者抱怨环境，弱者不用赢就可以大口呼吸了。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张俊，锁票倒计时。谢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2位编剧老师哈，怎么看张俊的这个文本？张俊的写法一直都是小而痛、小而美的这种写法，这种是非常难写的，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和洞察，所以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去写好他的稿子了。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他很难处理的情况，就是接在漫才后面的表演。但张俊确实是把自己当一个强者来处理的，他没有抱怨他这个表演的环境。我相信他会变得越来越强，会越来越好。非常厉害。谢谢海源。我没有拍，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张俊的表演节奏有一点乱了，但其实他的风格一直是我喜欢的。我是觉得脱口秀表演不是一个 KPI 的一个比赛，就必须得有多少梗，得炸场多少次。只不过这是一个相对竞赛型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炸场来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瞬间明白说此刻是好的。但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回味、沉默、窘迫，甚至偶尔掉2滴眼泪，它都是好的。今天就是他自己节奏有一些乱，但这个底我非常喜欢。就强者得抱怨，弱者才能够口呼吸，所以他依然有他非常独到的思考的那个角度。张俊是一个非常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员，
因为他的强观点、他的强表达，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搭建起来的话语体系，真的。而且张俊老师其实跟观众们那种建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你能感觉就是跟合拍的人合拍这件事儿，合上拍了那一下，是吧？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赛特别像是击剑。就是你在上场的时候，你出第一个梗，你就已经拔剑出鞘，然后你就知道它成不成了，然后它的起水位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但我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就是演完。但他比我预想中当然是有差一点，但不抱怨环境那个没问题。挺好的，你们非常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张俊在他的表演之后得到的票数是。238，在综合了张俊的分数之后，目前现场分数最高的朋友是小四爷的289，恭喜小四爷进入决赛。张俊去待定区。就觉得大部分人的痛苦因为过于隐蔽，以至于没有办法被抬到桌面上来聊。然后我是喜欢讲这个的。说我不擅长比赛的话，我觉得也对。你会坚持自己的表演风格吗？我不会别的表演风格，主要是我在待定区看的时候，我还是很羡慕他们可以写很多，就是我很羡慕别人，或者说我觉得别人那样子，原来这个东西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可以这么炸的。我不是别人。我没有办法成为别人，所以我谈不上坚持啊什么的。下一位脱口秀演员，在他所有的表演里面，他的外形首先让大家印象深刻，他的外表貌似潦草但是其实人家的内心精心打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孙书恒。大家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看得出来啊，今天穿得很随便。我平时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然后粗糙，然后外表很难体面的一个人。我就特别羡慕，甚至恨那些特别体面的人。就是那种巨帅、巨自信，就是他的爱好也不是正常人的爱好，攀岩、滑雪，他还要去哥大念书。有没有人意识到他已经很完美了呀？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一次我们跟他聊天，我说你早上去健身了吗？他说没有，就是去做了个有氧。就是去做了个有氧。我早上从床上起来就算是运动了，对我来说，我甚至分不清有氧和无氧的区别是什么。有氧和无氧对我的区别就是头蒙着被子睡和不蒙被子睡，这就是。他太体面了。有一次他上台，下面观众都在说：“哇，好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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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哦，这是我妈妈的作品。”非常感谢你们喜欢我妈妈的作品，我会向你们传达你们的喜欢。那我能说啥呢？我很难说，我的脸也是妈妈的作品。我是自己后来整成这样的，好吧？我对审美有些自己独到的理解，我就喜欢哮天犬。我的造型真的是，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完全崩塌。大家看那个第2期那个节目了吗？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基本上就是在那儿等了5、6个小时，我的发型已经塌了，我就头上顶着一个书名号演了整场，我就这样。观众以为我走的是什么徐志胜赛道呢，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 ridiculous， 你知道吗？就我来之前，我以为这种 S+ 的综艺会把选手的造型照顾得很好，也没有，他只是看起来很唬人，这些舞美灯光看起来很唬人，其实也没。
就那么回事儿。当然了，我也理解，是吧？那我也是上班的，我也是打工的，我太理解了啊！我也经常做一些唬人的工作。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每天的心情就是想笑。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每天抱着个电脑，拿着杯咖啡，跟我的同事 Selina 说这个 brief 你 double check 一下的时候，我真的想笑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个山东人啊，我真没有办法，我每次这个时候我的山东人格都会嘲笑我的上海人格，但我的上海人格他有苦说不出啊。这里边每一步确实都是不能缺少的，大家都在上海工作，你自己说这里边怎么缺少？早上8点就来了，我真的不能不喝咖啡的。那电脑你怎么能不用电脑呢？那我同事也不让我叫他郭玉梅。你也不能说双重检查一下这个书面报告，郭玉梅她反而听不懂了。迪克洛斯，我也讨厌说英文的，我讨厌我在说英语的时候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格。人在说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人就变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You know， 突然变贱了，你知道吗？我就不适合上班。我在公司里原来也是不上不下的位置，我在脱口秀行业也是不上不下的位置，我就适合待在这儿。我当领导会笑场，当员工会还手。我在扮演一个成年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我经常扮演一个成年人，我会扮演一个专业的人，会来事儿的人，会通过递烟来拉近关系的人，我会扮演一个会挑选西瓜的人。就每次到那个超市，我都会拍一拍，但我完全听不出来里面有任何的区别。我会扮演一个碰到社交尴尬装作若无其事的人。就你没有遇到过那种你打完一个再见了招呼之后还要再见那种尴尬吗？就是那种再见了再见了，拜拜，谢谢款待谢谢款待啊，招待太好了太好了，不说了，摁电梯了摁电梯了啊。电梯有点慢有点慢。手机里没有任何的消息，我只是把那个图标往左和往右滑，我就缓解那个尴尬。经常扮演，我会排练一些社会话语。你们有排练过话吗？有一次我刚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工作饭局上，我想感谢我的领导，我排练那句话是这样的。我说，那个王哥，这个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对我这个人的栽培啊，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啊，不多说了，都在酒里了，啪，一杯白酒喝下去。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这里边每一句都有我细细的小巧思。你首先看这个，那个，代表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不是故意舔你，你知道吗？好，以及我一切都给自己想好了，我可能不太会说那种场面话，我给自己立了一个人狠话不多的那种人设，你知道吗？我一切都想得巨好，然后我夸讲完，夸一杯白酒喝下去。王哥问啥？我崩溃了，我没有设想过这个局面，我只好又说了一遍，我说，那个。我每次遇到这种尴尬的时刻，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咋到这儿的？我都是咋到这儿的？不知道。我感觉一直在过家家，知道吗？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有个小朋友问我孙正宏要玩过家家吗？我说好，就到这儿。你懂？我觉得这个过家家的游戏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我真有时候想说，我不想玩了，这个游戏越来越真实，大家怎么这么认真啊？那个扮演爸爸那个小孩，他真的开始催婚了；扮演同事那个小孩，他真的也在加班；扮演老板那个小孩，他真的也在压榨我。这场过家家的每一个戏，我都接不住，就是这种感觉。要当一个成年人，都说要当一个成年人，小某书也说要当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啊，但你又怎么解释这个世界上专门有个成年人，他的工作就是用来制造 QQ 奶奶卖铺奶茶？专门有个人他是研发 QQ 奶奶卖铺奶茶的，一群静安寺陆家嘴的白领每天看着报表说什么 QQ 奶奶卖铺奶茶的市场数据已经落后于这只美美茫茫涛了。大爷本来就是在忙一件很 ridiculous 的事情，而且你也没法不扮演，你要是不扮演的话，你会被那些真正的大人哄骗。
大家记得小时候那些大人是怎么哄骗我们的吗？啊，这钱妈妈给你收着，长大之后再给你。啊，不要哭，不要哭，这个妈妈回家再给你买。你只要努力工作，你的工资会在7月底有个具体的体现。哦，你只要陪公司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光，会给你一个好的待遇的。我们这是一个 S 加的综艺，以后给选手一个很好的造型和妆造。又来，大家都是在扮演，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它也是在扮演一个 S 加的综艺，你知道吗？它其实就是一个今晚嘎三胡这样的节目，你知道吗？他在扮演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差不多了，我得下去了，我得扮演一个见好就收的脱口秀演员。孙书恒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孙书恒。哇，真的好，中间那段那个过家家那块听得我热泪盈眶的。说这个长大了就是人，然后小时候越办越真那块儿，不说这些伤心的事儿，开心，然后就是高兴，对对对，因为那个孙书恒来这儿之后，第一场就说自个儿是一个 I 人啊，其实一直挨到底，然后他又特别逗，所以他是个 idol， 对不对？又爱又逗。真正我心目中的 idol， 有的人是那种特别好笑的逗，有一种人是跟这个世界莫名其妙那些正确在多斗争，所以这些 idol 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的 idol 啊，特别了不起。然后孙书恒今天，哇塞！你那个 ridiculous 是怎么念的呀？让我们来学一下。ridiculous 非常的 ridiculous。我不知道，我可能不在表演状态里，我就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ridiculous。我想听那个奶茶。他那个奶茶，滴滴嘟嘟对，那个是个那个滴滴嘟嘟对，那这是怎么说的 ？QQ 奶奶卖铺奶茶。QQ 卖铺。其实它全名是 QQ 奶奶卖铺好喝到爆奶茶，就是我还给缩减了。我胆小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觉得好笑，我要拍灯，但是刚才说那个有点骂人了，老师。因为我一般都是听那种神经病梗，我会拍。刚才那块完全没有人笑的时候，我好想给一块拍灯，就那个作家要长大那块啊，我还是胆小了。我要做勇敢的人，下一次这种电影我要拍灯。对，那段我自己也知道，效果确实一般，但我就执意要留，那就是我真正的感受。但是我很喜欢那段，哇，一般人都会爱上那几句的。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刚才你在讲那段的时候，他声音很大，在我旁边说：“太好了，太好了，怎么会这么好？怎么想的这么好？”他一直在念，就是那个我懂。但是因为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破梗，所以他就等到了最后才拍。啊，对，我就挣扎。但是那一刻，我觉得他突破了我长年以来的一种判断。我觉得这是好东西啊，好，特别棒。春春是不是也喜欢那段？我很喜欢，我一直在思考，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书恒的一个风格。他每一次讲的东西，其实我们都需要非常认真、全神贯注，然后细细琢磨它里面的内容，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什么的。包括他在说如何去扮演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我会在想，我在什么时候会扮演一个成年人？我想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春节回家的时候，然后家里面有那种就是大家一起吃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要吃饭这个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呀。要提一个祝酒词儿，对，祝酒词儿。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特别崩溃的时候，就是那肯定是您啊。但是现在我得扮演一个成年人了，我得要说两句有高度的话了。算了，我要就类似于这样吧。我要说一个破梗，算了，我不能说。我突然想到的，吕宇春老师会春节的时候会给人发几支烟吗？因为春来发几支啊。然后没。我每天啥也不干，但是梗啊，就是往我脑袋里钻。孙书恒其实提出来一个特别，他是因为生活里面的细节，大家的具体的表现，他把它给瞪出来了，总结了。对，我和张俊的创作理念其实有一部分相像。就是生活当中小而痛的东西，这种比较过瘾，我觉得写起来。我非常喜欢孙书恒的作品，然后我一直特别喜欢伍迪·艾伦，我老觉得孙书恒就是给我在心目中有伍迪·艾伦的感觉。是，我也很喜欢。
就是那种絮絮叨叨、碎碎念，但你貌似好像他每一句话都很不漫不经心的，但你完全不要小瞧他漫不经心说出的每一个字或者每一个细节，有可能最后还会回到那里。谢谢谢谢。我还先强调一下是我个人看法吧，虽然好笑的程度和炸场的程度稍少一点，导致最终总分可能会略微吃一点亏，但是真的从文本的深刻程度上，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听过最好的一次。对，再次掌声送给孙主恒。再遇熟人，先发制人。我先假装接个电话。喂，美团闪购这么快啊？没错，商务来的就是这么快。我们校友团的4灯都给了，那么在校友团4票集齐之后，全场观众会给出来的票数是。加油，进！好，可以25，有希望，不错的分数。可以。所以书恒现在要继续在待定区，而在孙书恒的275这个票数出来之后，让我们祝贺徐浩伦、谭湘文进入决赛。哇，徐浩伦、谭湘文。他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然后我喜欢这个人的同时，我竟然可以和他很像，我们2个有相同的创作理念，这事情让我感觉很意外，但同时我又感觉很开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完全能量是很低的那种状态，其实内在文字的能量是极高的。又呢？我喜欢伍迪·艾伦所有的电影，所以当我发现孙书恒身上也有这个劲儿，说我是他正好符合我的那种喜剧审美，所以我特别喜欢。我之前也说过，孙书恒像伍迪·艾伦，有朋克，有叛逆，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控诉，但控诉的方式不是怒吼，不是尖叫，是碎碎念。他的大脑就是一个宝藏，他大脑里面有无穷无尽的那种奇思妙想和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和思考。率真的艺术家，孙书恒是艺术家，这是我最高的评价了。这一切都非常的 ridiculous， 你知道吗？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在今年的节目播出之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大家都觉得他在这个舞台上很有力量。今天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另一面，掌声欢迎小帕。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帕。天哪，我正在尝试习惯这一切。已经有人开始分析我为什么能火了，有人说是因为吃女性红利，有人说是因为立人设，还有人说小帕之所以能火，是因为新疆人有政策。怎么可能是因为新疆人有政策呢？明明是这个舞台上有一个新疆人把位置让出来了。哇！对，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好朋友土提。哎，我真的好希望有点政策，因为我好累。录制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睡4个小时起来我很烦躁，我想杀人，但我起不来。我本身就是个特别容易累的人，你们有过那种感觉吗？就是那种睡醒一睁眼，累了，咋了？我睡觉睡累了吗？后来一琢磨也合理，毕竟有人上班上穷了。哎，我就看网上那些人，他们起床，怎么我跟他们起床区别那么大呢？啊，他们一起床，哦，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起床，憋得不行的膀胱。我醒来之后不能马上起床，我得缓一缓。我干什么我都喜欢缓缓，吃个饭得缓缓，洗个澡得缓缓，写点东西得缓缓。缓缓太好听了，缓缓。接下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 routine。早上从床上，不对，下午从床上起来，到沙发上躺下，
从沙发上起来，到椅子上躺下。对，我呢是一把人体工学椅，我从来没有在上面工作学习过，上面只有人体。就我起床，我得在家里每一个角落都醒一遍，这才算全面觉醒。我从小就这样，家里人就问我，你醒了，你为什么睁着眼睛就躺那儿呢？我小时候不知道，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觉醒和行动本来就是两码事儿。睁眼看世界和打响第一枪中间隔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全国每一个地方都觉醒一遍吗？我其实是一个精力非常低的人。那我说小胖，你看起来不像精力很低的人，你看起来杀伐决断。我说什么杀伐？尤其是接了孙书恒之后，你很难让别人相信你是一个精力很低的人。我看起来像是能把孙书恒扛起来跑，还空腹的那种。但我真的好喜欢躺着，可我的工作叫 stand up comedy， 我也琢磨过，我能不能坐下讲笑话，就坐下好笑。我没有那个自信，因为我觉得坐下讲话好笑的，那个叫领导。而且我也不敢坐着讲，我怕我今天坐着讲，明天就想躺着讲。我倒也不是完全动不了，完全动不了的叫植物人。那种特别有精力的，在我看来他就是动物人。我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我可能是一个素毛肚。那么说到吃的，我连吃饭都觉得好累，我外卖我都懒得点，在家里面就是能生吃的一律生吃，不能生吃的全都水煮，当不了官，朋友们，一点油水没有。吃完饭得洗澡，洗个澡已经够累了，还得吹头发，吹头发要这样举着胳膊吹。他们说有那种可以固定吹风机的东西，是吹风机可以固定，它固定了，是不是需要我动？我还得偶尔用手去掰一下这个吹风机的角度，去调整一下。我一开始只想吹个头发，我现在得跳个新疆舞。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吹风机围着我转？我想过，这个有可能实现，只要我头够大，质量和密度都够大。我们再给吹风机一个第一宇宙速度，让它从甘肃酒泉发射，吹风机就可以围着我脑袋公转。对，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梗呢？是因为我懒得吹头发，脑子进水了。吹完头发还要洗衣服，衣服居然要用深色、浅色，居然要分开，种族歧视。我的意思是，既然都已经歧视了，能不能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解决问题呢？比如让黑的洗白的，到时候一打开柜子，这个白的是浴巾，这个黄的是围巾，这个黑的马丁路德金。哎，你们道德水准太高了。我时常躺在那儿琢磨，我的能量去哪儿了？能量守恒，它不是说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吗？我们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头一看，衣服没洗。别人精力咋就那么旺盛啊？他们是不是进化了没喊我？再琢磨，应该是喊了，我没起来。我太累了，我想换一种生活，我想穿越回那个无忧无虑的时代。你们有想穿越回去的时候吗？我会想回到什么时候？小学，我想回三叠纪。我想回三叠纪当草履虫，我不要当现在的草履虫啊！现在大环境不好，草履虫太幸福了。作为一个单细胞生物，它没有头发，没有衣服，没有爸爸。啊，谢谢。说到爸爸我就来气，我发现就这一刻我发现最让我有气血的事情就是愤怒，朋友们，愤怒就是我的脉动，一愤怒我的状态就来了。喝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谢谢，正因为你们的喜欢，所以我才接到了广告，很感谢。回来，我生气的时候真的气血最足，我一生气我就炸毛，我都不是气血旺，我是毛血旺。
毛血旺里有素毛肚。我发现我的生命我都不能绽放，朋友们，我只能怒放。怒放的生命，汪峰，又一个结婚很多次的男人。有人说小胖你这样会不会太负能量了？负能量，那是我的新能源。恨是一种很好的动力，朋友们。很多情况下，恨才能成事儿。这里我本来想找那种古今中外的世界名人、成功人士去论证我这个观点，后来发现没有必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存在就很好的证明了，恨才是生产力，爱顶多只能生产。没有人怀着爱讲脱口秀，都是因为恨工作、恨老板、恨生活。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在这里恨张绍刚，张绍刚也恨自己怎么那么好用。我现在每天起床，我起不来床，我的动力就刷一下恶评。我一刷那个恶评，我整个就恨不释手，恨如己出，恨莫能助。恨多了我都开始高兴了，我都开始恨。太棒了，真的！今天又是怨气满满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谢谢。小帕是第一次上节目就顺利的进了半决赛，现在应该是完全不紧张了，可以？哦，还是超紧张。然后我收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我特别高兴，但是可能那些认同长到我身上还需要一点点时间，超紧张的。我觉得小帕一直是这个舞台上特别有态度、有表达的演员，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应该给大家带来欢笑、开心的那种感觉，然后同时人们当下也希望脱口秀能够关照到我们当下很多人的情绪，所以特别为小帕感到高兴。谢谢。我觉得小帕讲的这个新能源，其实我觉得我是有一些同感的，就是当你在特别愤怒的时候，低能量的时候，对，然后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你有一种创作的一种冲动，然后我会把它记录下来，但我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人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的一个自己的平时的一个方法，我会看他的微信步数啊，微信步数，对。如果微信步数很多，是个高能量。我觉得是因为我就是把微信步数关掉的那个人，然后因为我老是看到那种走2万多步的人，我就会怀疑他是不是绑在小狗的身上。我也怀疑，很多人早上一起来就已经2万步了。对，但是确实有人有说那种岁数大的说每天说今年60岁生日，那个发誓每天要走1万步的有，然后后来10年之后一家人找不着他了，然后他就走10年了。那你们最少走多少步？100多步。最少吴昕，我梦见吴昕，他一天走了不到7步，他这一天都在匍匐在地上，一直这么匍匐往前走。他就是为了争这个低的。所以小帕其实今天讲了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当你个人低能量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能量给弄起来，是吧？其实我有时候低能量的时候，我在网上买过一个铲子。那个铲子叫做懒得动铲，然后就每天那个铲子铲着就感觉挺高兴的。但是小帕的这种低能量是属于心情不好吗？还是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劲儿啊？我其实我真的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家人都说我懒，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才反应过来，我就是个低精力的人。我真的就是睁着眼睛躺那儿，早上不起，家人就会骂我，你怎么还不起？我长大以后才发现低精力。我尝试了买保健品，我尝试了去运动1天我要躺2天。我甚至去查了血糖，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血糖方面的问题？结果血糖和胰岛素都很健康，所以现在唯一让我能噌的一下起来就是梦想能够叫醒你，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刷2条恶评，这个我写死你，就那种状态。哦，然后反击起来啊！哇塞！对，而且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够 love and peace， 没有特别平和的心态。后来想，那咋了嘛？那不也是一种动力吗？就开始慢慢跟自己和解。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经常负面情绪的话，情绪没有好坏之分，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叭出来的时候，如果是通过脱口秀、通过音乐出来的是烟花，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它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的化解，但是我们不能活在恨里嘛。是特别美好的表达。对，然后但是也疏解了自己。没错对，没错，希望能够这样啊。好，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帕。我们校友团是4灯，必须的，都有了。小帕得进。我们来看一下小帕获得的票数。我表现的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这次我没有慌，感觉稳住了。我说不止270，进来。278可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在等待区的等待中，小帕以278的高票数晋级总决赛。帕斯利亚，好 ，Welcome。Welcome，厉害，太棒了！晋级的时候，我的脑子是懵的，还是有点不太真实。有好事发生，就会觉得有点不太真实。低能量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在冥想吗？没有，我有抽抽空发呆。白天的话，基本都是躺着，能躺着就躺着，饿的实在不行了再起来找东西吃，别的实在不行了再去上厕所。我也会给自己计划，小帕，你不然你出去干点什么吧。但第2天可能就是在酒店里待1天，顶多到酒店那个楼下，如果有花坛的话，我去那边看一看花花草草。你有高能量的时刻吗？我所有最好的状态，我最好的东西都会给脱口秀，脱口秀是第1位。大家好，我是小帕。我会把我所有的能量都放给脱口秀，我会把我的所有最好看的衣服能拿出来的时间和精力都会给脱口秀。脱口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认同来源。各位，目前我们已经有9组选手结束了他们的表演，4组选手顺利晋级到半决赛，分别是 Kid、小四爷、徐浩伦和谭湘文，以及小帕。想来体验线下脱口秀的朋友，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和小程序，超多演出等你来看。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经开始，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接下来还有8组演员争夺后面的席位，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这次来比赛啊，我可是带了很多宝贝。首先，墨镜，我怕照镜子的时候被自己锋利的下颌线给闪到眼睛。当然，还少不了我的压箱底的宝贝，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每桶加了约1颗阳光番茄的茄黄，酸甜浓郁，陪伴我写稿的每一个晚上。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各位好，欢迎大家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的半决赛。你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像一个将军。您都讲成这样了，还告诉没有素材，没技术。我现在脑子里面是缺氧的状态。我觉得我们的肢体语言是最好的表达，已经好到无话可说。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黄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
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 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 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哎，我就能下蛋。给我坨大蒜，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反弹，哎，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塞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地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给我的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